通知廚房，Yo， 大家好，我係通少，歡迎嚟到通知廚房。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鮑魚啫啫雞煲，佢做法非常簡單，而且十分之惹味，加埋鮑魚就夠晒體面啦。喺冬至或者新年時煮嚟食就最啱。想知點整嘅話，就要睇埋落去啦。首先我哋要處理咗啲雞翼先，整呢個煲呢，最適合用呢係用雞中翼嚟煮。而我用嘅呢，就係雞中翼同埋雞翼取兩個部分嘅。如果你用雞全翼嘅話，就要將雞翼斬開，之後我哋就用清水洗乾淨佢，然之後同佢抹乾身，再放喺一個器皿入邊，再加入指定嘅醃料，撈勻佢，然後醃佢至少30分鐘。之後就係時候處理啲鮑魚啦。我買嘅係一啲急凍嘅南非鮑魚。食之前嗰晚，我又將佢由冰格移去雪格嘅位置，隔一晚到佢就能夠自然解到凍。又或者你可以將佢放喺個膠袋入邊，隔住水，用啲暖水浸住佢，大概1-2個小時呢都可以解到凍㗎。我哋用手將鮑魚輕輕咁揭開，你會見到入邊呢黑色嘅內臟，呢啲呢係我哋唔會食嘅嘢嚟嘅，所以呢，就用把刀沿住個殼，將個內臟同個肉分開佢就得㗎啦。之後呢，鮑魚呢吸嘴呢個位置呢，我哋都唔會食嘅，所以用手呢將佢搣走佢，或者你可以用刀切走，甚至用鉸剪剪走佢都可以㗎。鮑魚同個殼分開咗之後，就係時候要清洗佢啦。清洗嘅方法其實有好多種，有人會用鹽啦，有人亦都會用牙刷。而我自己就會選擇用粟粉，粟粉呢就會好似啲漿糊咁樣，佢會將啲污糟嘢呢完全黐住嘅。用粟粉將成隻鮑魚包住佢，然之後再用手輕輕力咁捽，尤其係鮑魚裙邊呢個位，不過要小心啲，因為呢個位呢非常之容易爛，所以千祈唔可以太大力㗎。成隻鮑魚用粟粉包好咗之後，我哋就可以用清水將佢徹徹底底咁洗乾淨㗎啦。鮑魚用粟粉洗乾淨之後，你睇佢幾乾淨，幾咁白雪雪。之後我哋用一把細嘅刀仔喺佢表面加一啲井字形嘅花紋，咁啲鮑魚就可以放埋一邊，一陣間再用。所有嘅材料我哋都準備好啦，我哋就可以開始煎雞翼。首先個鑊入邊用中大火燒熱佢，加大概1至2茶匙嘅油落去。然後就加入雞翼，煎雞翼記得唔好不斷係咁反隻雞翼，將雞翼嘅一面煎到金黃，大概係2至3分鐘嘅時間，先再反去另外一面，再煎到2-3分鐘，令到佢金黃，咁就完成㗎啦。雞翼我哋煎好咗之後，就可以放埋一邊，一陣間再用。之後就將個鑊洗翻乾淨佢，用中大火燒翻熱。然後加1茶匙嘅油落去，之後就可以加入薑片同紅葱頭落去，煎佢1至2分鐘左右，令到啲香味釋出。然後就加埋蒜頭落去，同佢一齊爆一爆。等到所有嘅香料嘅味道釋出之後，就可以加翻頭先煎好咗嘅雞翼落去，再大概炒1至2分鐘。然後就可以加入紹酒落去，之後就再加入柱侯醬同埋雞翼一齊炒勻佢。柱侯醬需要煎炒過，個味道先會出嚟㗎。炒咗大概2至3下之後，就可以加埋清水落去煮滾。當個汁滾起咗之後，我哋就加入青葱段落去撈勻佢。然後就加入蠔油同埋少少嘅糖。當所有嘅材料撈勻咗，而汁又滾起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冚個蓋，改為中火，再煮佢15分鐘。當差唔多燜到8分鐘左右，我哋就可以打開蓋，加埋啲鮑魚落去，之後撈勻佢。再冚翻蓋，繼續煮多6-7分鐘就完成㗎啦。
雞煲煮好咗之後，喺收汁之前，我哋最好拎起咗啲鮑魚先，因為唔想啲鮑魚繼續煮落去呢會過老，咁就會變到好似橡筋咁好難食噶啦。燜好咗之後，我哋打開蓋，再將佢轉翻做大火。啫啫雞煲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嘅汁料唔會好多，所以我哋要將剩低嘅汁料收乾到大概剩翻半杯到就夠噶啦。亦由於個汁料唔多，所以亦都唔需要打芡嘅。當啲汁料煮到個份量啱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加埋啲青葱段落去。之後我哋就可以將所有嘅材料放喺個瓦煲入邊，將所有煮好嘅材料連同頭先拎起咗嘅鮑魚放喺一個預熱好嘅瓦煲入邊，然後我哋就可以冚蓋。再喺蓋上面淋少少紹酒，令到個煲更加香。啫啫雞煲就搞掂啦！打開蓋聽到啲啫啫聲，真係非常之吸引啊！搞到我都流晒口水啊！記得呢個雞煲千祈唔好有太多汁，太多汁嘅話佢就冇咗啲啫啫聲，就好似變咗一個普通嘅雞煲咁噶啦。係，你有冇見到我煲入邊有啲栗子喺度啊？因為我個女中意食，所以我加埋落去。其實呢個煲呢，配搭嘅自由度好大嘅。如果你想嘅話，你仲可以加埋花膠，你中意都可以加埋冬菇噶。呢個煲嘅味道真係非常之惹味，煮嚟送飯或者送啤酒真係一流噶。材料嘅份量就已經寫咗熒光幕度，又或者可以去上述嘅網址重溫。有咩問題嘅話，可以嚟 Facebook 嘅專頁或者 YouTube 嘅 channel 留言俾我。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希望呢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我嘅頻道支持下我。訂閱完之後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喎，咁樣你先會收到我最新嘅通知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